嗨，我是阿汉。提到新竹的景点，有很多地方好玩，比如北埔老街、内湾老街、南寮渔港自行车道等等的景点都相当的有名。不过我们今天要去的是一个极近的小镇新埔。一听到这个城镇，你是不是觉得这个地方很陌生，或是觉得很无聊呢？不，那你就错了。其实新埔镇上面内有丰富的人文历史，各种古迹，还会带大家去步道观景台，景色是非常疗愈哦。我们就用5621这条老字号的路线开始带大家导览咯。在带大家导览之前，记得先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哦。现在马上开始。新竹往新埔的路线其实并不多，不过今天我们要来开箱的这条路线呢，是只有1天6班的5621这条比较特别的是有经过义民庙。那等一下我们也要顺便介绍新埔附近的一些景点给大家知道哦。你知道新埔在哪里吗？我们说的不是板桥捷运新埔站哦，而是新竹县新埔镇，是个客家风味十足的小镇。临近竹北市关西镇、琼林乡，以及桃园市杨梅区、龙潭区。新埔的主干道以118县道为主，不过今天我们没有要经过118县道，我们要搭的5621是经过竹北车站前方，以及新埔的义民路芳寮地区，目前也是横贯新埔义民路的唯一一条路线。以前的新竹新埔有2条路线，一条是经过竹北中山路犁头山的5618，5618可以说是5619跟5620的区间车，路线几乎是一模一样。曾经有一段时间班次还不少，近年来少子化，加上驾驶缺员之后，逐渐减班，现在已经停驶。另外一条是经过义民庙跟新埔芳寮的5621。由于新竹客运不续营省道的公路客运路线，2024年11月1日起交由义捷科技来行驶。目前1天6班仍然继续营运当中。我们现在经过的地方是新竹的主要河流头前溪。日本时代的初期，为了军事运输需求，总督府在决定兴建台北到屏东丰港的军用道路的时候，在行经头前溪这里，发现这里并没有桥梁，因此规划头前溪桥。1929年完工启用。1996年的鹤柏台风，头前溪的溪水暴涨冲刷，使得头前溪桥的桥墩倾斜。之后，公路局决定重建头前溪桥，并且拓宽。1999年1月通车，重建后的桥梁也连接了台68线快速道路的匝道，成为今日的样貌。过了头前溪桥，我们就进入竹北市。竹北以前的称呼是旧港，因为这里以前是凤山溪的港口。国民政府来台之后，地理位置靠近新竹市的北方。1946年改为竹北乡。1988年，由于新竹县的县政府设立在竹北，再升格为竹北市。竹北市的人口目前是22万左右，是全台湾人口第2大的县辖市。因为竹科的开发，从1990年代开始，竹北市的房屋建案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。近年来，高铁新竹站
以及竹科生医园区的开发进驻，人口更是逐年暴涨。30年来的人口大幅度的增加，使得竹北从农村乡景转变成繁华都市。新竹褒忠亭义民庙的历史非常的悠久。义民庙的由来可以从清朝乾隆时代的林爽文事件说起。当时朝廷为了取缔天地会，林爽文号召各路民众反抗朝廷，其中当地的士绅林先坤组织义民部队协助官兵平乱。征战中200多人不幸牺牲。在事件平定之后，义民的骨骸埋葬在这个地方。乾隆帝加冕在事变中出钱出力的义民，因此赐匾褒忠。地方的士绅建议这里应该要建一座庙来祭祀他们，于是义民庙就这么出现了。1788年，义民庙完工落成。新竹这间义民庙可以说是全台义民庙的总坛。2006年列为新竹县限定的古迹。庙内合祀三山国王、神农皇帝以及观世音菩萨。每年农历7月20日的义民节活动非常热闹，是新竹客家人重大祭典以及信仰中心。在义民路一段这一带有个站牌叫新琼田，这个地名的由来指的是即将新开垦的田地的意思。在清朝时期的先民来到新埔做开垦的时候，开凿30多条的水圳。比较早开凿的水圳包含田心皮圳以及芳寮皮圳。芳寮皮圳是引用新琼田的小溪出太平窝至芳寮入凤山溪的溪水，灌溉面积可以高达80甲。芳寮皮圳开凿之后，让先民方便耕田施作，芳寮地区也成为新埔的大谷仓，带动了新埔芳寮地区的发展。我们通过了义民路，差不多要进入新埔市区了。等等，要转进和平街内。不要看这条道路小小窄窄的，这条可是新埔老街呢。新埔的第一市场、第二市场、朱氏家庙、潘氏祖屋、刘氏家庙都在这里哦，是一条非常有古味的老街。等等下车的时候，再回过头来带大家导览哦。
现在时间呢大概是下午3点半左右，我们先带大家去逛逛新浦老街。逛完之后呢，我们会再去新浦的日本公园上去观景台看看风景喽。YouTube 赞，谢谢你啦！在录影当天，大汉下车的时候遇到热情的司机大哥，希望也能一起入境，当然是没有问题的啦。跟司机稍微哈拉了一下之后，我开始沿着和平街往回走。来跟大家介绍新浦老街喽。首先来到的是新浦的第一公有市场，这座市场超过100年的历史，这里是新浦镇民一般人口中的传统市场。市场里面除了柿饼、酱菜、梅干菜之外，还有板条、腌肠、鱼羹汤等等的美味好料，还有各式各样的客家古味、农村用品，通通都有。如果想要逛这座市场，建议大家可以在中午前来到这里。阿汉来到这已经是午后时分，大部分的摊位都已经收摊了。往外面走回和平街，来到街上一定会听到3街6巷9宗祠的说法。因为新浦开发的时间比较早，当地留下不少的历史建筑，走到哪里都有古迹跟在你身边。新浦的和平街上面可以看得到朱氏家庙、刘氏家庙、新浦潘宅。新浦的朱氏家庙就位在潘屋的旁边。建于1846年，日本时代的时候，朱氏宗亲认为这个地方风水非常好，所以请家主改建为家庙。另外，在朱氏家庙的对面是螃蟹穴的洗衫区，简单来说这里就是早期住户洗衣服的地方啦。这座洗衫区里面有天然的涌泉，池水会冒出小泡泡。地方相传这里叫做螃蟹穴，这个穴位刚好就位在山腰的断层跟河岸的旁边。古早传言用这里的水来洗衣服，会带来满满的财运哦。在清朝的乾隆时期，先民来到新浦这个地方开垦，让荒地成为农田。因为这里是新开发的埔地，所以称为新浦。清朝嘉靖时期，新浦是米、糖、茶叶和樟脑的集散地，因此早期的发展相当繁荣。参观完了螃蟹穴洗衫区，我沿着散步地图往中正路的427巷往上走到花灯巷，沿路都能看见这个马赛克拼贴画。是一位退休的艺术家吕成明老师所做的哦。画内的景色是以前新浦街的模样，这是用4万片的马赛克拼贴而成的。新浦的日本公园位在成功街的170巷里面，你可以从花灯巷走进去，或是从上张路一段的巷子走进去也可以。走到土地公庙之后，会看到旁边有一条步道，上去就是日本公园了。日本公园建于日本时代，这里在2月、3月会大量的开樱花，是在地人赏花的场所。不过
今天没有樱花可以看啦。我们到制高点，带大家欣赏新浦镇的整个景色哦。今天我们跟大家介绍了新浦的文化跟景色，包含义民庙、新浦老街、日本公园等等的地方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阿汉我今天就简单介绍到这边，下一回若有机会，再来多介绍新竹当地的路线吧。好啦，我们带大家来到日本公园这边之后呢，我们也准备要下山啦。今天的节目呢，就为你录到这边。我是阿汉，喜欢我们的频道，欢迎按赞、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拜拜。